虽然你的样子和生活习惯都很像李正邦，可是一个人的生活始终是不会改变的。王大卫，如果他发生什么意外，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我有预感，我要出事了。啊，什么事啊？我不知道，可能会发生在郊外。我看到一个很高的钟楼。我可能知道许志在哪里了。天色向晚，黑夜要浸湿一片荒凉，还在寻找停靠的肩膀，问情是否要永远作伴？云里月光，散发着看不透的光芒，还在梦里想着今朝花，谁的心迷失了方向？心路一步一步在回转，心事一串一串看不穿，好想靠近了，却又遥远的渴望。心情一起一伏越迷惘，心声一字一句轻轻唱，人心挣扎，继续探访生命真相。心情一起一伏越迷惘，心声一字一字轻轻唱，让心挣扎，继续探访生命真相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没办法，必须牺牲你。对不起。哎，姐，想干什么？许志可能在里面，我已经打电话叫铁丝来了，我们就等他们来吧。但他们来不及了。文杰，文杰，许志，许志，许志。许志，许志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Clear。
医生怎么样了？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他刚才还在呼吸的。节哀。雪珍，雪珍，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，我不应该叫你帮我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们到底要干嘛？快闪！快闪！医生，医生，他有呼吸了，请让开。麻烦两位请出去。走吧。一般来说，当一个人的心脏停止跳动、停止呼吸，就会被宣布死亡。像冯小姐这样子起死回生的案例，我倒是第一次见。那之前有没有类似的案例啊？在医学的历史上，的确有记载过这样子的案例，但在国内暂时没有。不过冯小姐的体质的确有一点异于常人。怎么说？在还没有经过详细的检查下，我没有办法给予一个很精准的答案。我只能说，这是医学上的一个奇迹，我们需要再观察。那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？这我也不能肯定，还得要继续进行检查。只是冯小姐现在还在昏迷当中，我也不能够肯定她什么时候会醒来。谢谢。文杰，我买了咖啡还有面包，你就吃一点吧。你这样也不是办法啊。我真的吃不下，吃吧。医生怎么说？他什么时候会醒过来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应该叫他帮我。现在我害他变成这个样子，我真的很担心。雪芝，我去叫医生。等一下，有一件事我要跟你说。我给你买了一栋新的房子，在那边天天都可以看到蓝天白云，你一定会很喜欢的。我们走吧，来。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你原来真的喜欢这女人？走开！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说，你说！叫你走开啊！那么多年来，你都没有给我大声过。你是为了这女人，你给我大呼小叫，这个狐狸精！就开啊！发生什么事？别怕，别怕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王大卫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把武器放下。大卫，大卫，自首吧。
不要一错再错，我求求你。你记得起我是王大为。我就是王大为。没错，我不是李正邦，我是王大为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16年前，我是一家承包公司的老板，主要是接李正邦公司的一些小项目来做。本来生意不错的，没想到一场金融风暴就摧毁了我一切。说，这是什么工程啊？里面没有一项是符合我的要求的啊！李先生，我是照着你吩咐做的。我现在没有叫你赔偿，你偷笑了，告诉你啊！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讲道理呢？我等着这笔钱给我工人啊！你放开我！你这办，你一定会有报应的。兄弟啊，你要钱是吧？啊，兄弟，好，我给你，你现在马上把我放了，我帮你想办法，好不好，兄弟？我告诉你吧，我没钱的，你有没有弄错啊？有钱的是我老婆，你绑她，你干嘛绑我啊？你是不是白痴啊？给我点水好不好？干嘛戴着面罩？我们是不是认识啊？你出声啊？啊？干嘛不出声啊？你是怕我认出你声音了啊？啊，哈哈，我知道你是谁了啊！你以为你戴着面罩我就认不出你吗？啊？放了我！现在不想把我放了，我就给你一条生路走，不然，绑架是要死刑的，啊！我没什么东西，好吧？因为现在我烂命一条，就算要死，我也要你陪葬。根据我们的记录，凯莉的确有把赎金交给你，为什么你还不放人呢？有，我有想放他的。
这个畜生！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啊！绑我！我今天要抓你给警察，拿个好市民证，看你怎么死啊！绑我！打死你！绑我！不要过来！我今天要把你打到生不如死！呀！他竟然把赎金都烧了，还要把我赶尽杀绝。我真的不想杀他的，这是他逼我的。但是你确实杀了李正邦，而且还计划了这一切，想要取代他，独占他所有的财产。是我放火烧了他的尸体。我还拿了赎金到外国去整容，把我自己弄成李正邦的样子。还有，我跑到印尼的一个医院，给了他们一大笔钱，让他们告诉凯莉，我是从海里被救出来的。够了吗？你的心思真的很深密，你还故意扮失忆，再次的回到凯莉的面前。在你们的眼里，我是个贪图钱财、心狠手辣的凶手。我告诉你，我心里唯一最放不下的是文琪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必须接受外界的指指点点，导致他神志不清。16年，你知道我怎么活的吗？16年，我天天活得战战兢兢。我必须告诉我自己，我是凯莉的老公，我是妹的爸爸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就是因为是假扮的，所以你才会忍心杀害凯莉，杀害你，对吗？我为了文琪，我什么都肯做。我只想拿回我应得的，带文琪远走高飞。你为什么要杀妹？我本来不想杀他的，我求过他的。你真的不想杀李正邦，你真的不想杀妹，但是你还是杀了。几个星期前，我无意中看到妹的部落格。我觉得我的爹地很奇怪，他好像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爹地了。我怀疑他是杀人凶手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偷看我的 blog？ 这杯牛奶是你的。你看到那篇爸爸不是爸爸，对吗？我猜的没有错。妹，你听我说。还有什么好说呢？你放开我！
你没有资格碰我！梅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你放开我！你不用骗我了。听我说，我什么都知道。你不是我的亲生爹地，你只是在冒充他。是，你是扮得天衣无缝，但我还是知道。梅，说，是不是你杀了我爹地？你这个杀人凶手，大骗子！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这16年来，我都是真心的对着你，真心的对这个家。我求你，给我个机会，给我个机会，好好的照顾你，好好的爱护你。机会？我给了你机会，那谁给我爹地机会啊？好，我就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去自首吧。你不去自首的话，我就报警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所以你杀了妹，然后模仿王富强的杀人手法，灌江湖，把头颅砍下，为的就是想嫁祸给别人，对吗？绑架、勒索，还有2条人命。王大为，我真的很同情你，但是你还是需要为你的罪行付上代价。我知道我死罪难逃，我有唯一一个请求，你能让我再见文琪一面吗？我求你。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大卫。我错了，我不该做那么多丧尽天良的事，是我辜负了你。不管你做了什么事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好老公。我没好好的珍惜你，对不起。我再也无法给你实现对你的承诺了，让你一辈子幸福。可以再一次见到你，我没有遗憾。我走了之后，要好好的照顾自己，坚强的活着。答应我。答应我。
忘记我们的过去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。老公。这个世界真的什么人都有，有些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，连最亲的人都可以出卖；有些人却为了心爱的人可以不惜牺牲一切，就好像王大卫，他因为放不下吴恩琪才会做出破绽的。这点情谊他还是有的。善与恶只有一线之差，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不一样，面对自己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和人生际遇，心里的反应也不一样。为了利益产生了贪念，为了爱产生了嫉妒，很多时候一念之差就做错了很多决定。就好像王富强杀人，是因为环境导致心理扭曲，所以一个社会才需要法律来保护人民，犯了法就得付出代价，而不是找什么私人情谊或是环境所逼当借口。还有，我觉得没有一辈子的谎言，而且很多时候呢，谎言都是被说谎者自己识破的。法律不外人情，在法律面前没有偏私可言。那我想请问一下两位，你们是如何看待感情的？随遇而安，处之泰然。Cheers。Cheers。Tony，哎，可儿，你来啦！哎，我帮你开机了，比赛15分钟后就要开始了，你先练习一下，等下我再带你进去比赛广场。这么对我有信心？我是对我自己有信心，看我怎么打吧，学着点。Yes, sir。Tony，打比赛啊？嘿，难得在这里见到你。没办法，最近女朋友都看得很紧。嗨，好久不见。诶，你们认识哦？认识。认识。到底是认识还是不认识啊？算认识吧。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。比赛快开始了，我们去准备吧。Tony，怎么样，手下败将？这次还敢过来挑战？谁输谁赢还不知道。好啊，等一下我就让你一败涂地。我队友，从左边围攻，小心小心！来，补命！人太多了，退！来，围攻他，要给他退路。来，进攻，向前，后退。对了，补血。旁边包抄。最后的攻击，来防守。好，快点攻击，还要死了，快点攻，死了！作弊王！喂，你嘴巴放干净一点！你哪一只眼睛看到我作弊？如果不是你做了什么手脚，我怎么会输掉？你输是因为你技不如人，还需要什么理由啊？你们说是不是？是。你信不信我揍你？有本事就来啊！给我小心点。Tony，拜，手下败将。喂，今晚我请你们去喝酒。Tony，先冷静一点，只不过是个游戏而已，干嘛气成这样？如果是因为我技不如人而输了，我心服口服。但明明是我们一直领先的，为什么他会突然杀出来？可是你还是英雄榜上的第2名啊！第2名有屁用？第1名才算是英雄。算了，你们这些女生不懂了啦。我懂，我不懂的话就不会跟你一起组队了。最多我下次再努力一点，和你一起把英雄榜的第1名给抢回来。像梦这种混蛋，肯定不得好死。
宝贝啊，你已经从下午玩到现在，不太好啊。都已经下班了，有什么关系？我是在暗示你啊，不要公器私用，这可是公司的电脑啊。死了！什么死的？我的人又死了，我差一点就要破关了。你真是的。哎呦，老爸，我求你放过我，再给我玩多一关好不好？我差一点点就可以进入英雄榜了。什么英雄榜啊？有那么厉害吗？有钱拿吗？这可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那种完成人生大事的满足感，还会受到网友的崇拜。拜你的头，这种虚拟的东西，值得你花这么多时间吗？跟你说那么多，你也不会懂的。看来我们有严重代沟。哎，文姐，来啊，替我劝劝他，他最听你的话。这个晚上游戏最近很红的，我有玩过哎。哎呦，还是大哥见识广有品味。小心。不错嘛你。死者体温是18度。昨晚约会怎么样？你说呢？一大早就有命案，什么情况？从死者伤口的形状来看，死者是被他人用利器从身后刺死的。死亡时间呢？根据干温，死亡时间大概是6个小时前。6个小时前就是凌晨1点的时候。Madam， 这一带都问过了，没找到任何目击证人。Madam， 我翻查过死者的钱包，死者名叫 Mark Tan， 在钱包里面找到一张网咖的游戏卡，还有一张收条，其他的都是很一般的收据。马上到网咖查一查，看看他遇害之前跟什么人接触过。Yes, Madam。在医院待了那么久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水果你要放哪里？放厨房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家里很乱。没事。还需要我帮忙什么吗？我可以帮你打扫的。不用了，不用麻烦了，谢谢你。我应该的。你是因为我而受伤，我照顾你是应该的吗？我真的没事了，你不用再内疚。哇，你这么喜欢美国啊？我是在美国长大的，最近才刚回来。那你父母跟家人都在那边吗？我是孤儿。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问多了？没关系啦。对了，你要不要喝水啊？我拿给你。好啊。今天早上在小巷被刺死的死者身份已经被确认了，他叫Mark Tan，今年22岁，没有正当职业，平时喜欢流连网咖玩线上游戏，是线上游戏界中的高手。什么线上游戏啊？是一款今年才红起来的线上游戏，很多年轻人为了这个游戏花费了很多的时间，也浪费了很多的金钱。Mark 就是其中之一，他也参加了这个游戏今年的全国比赛，还取得了冠军。他有没有跟什么人结怨 ？Madam， 这边有一段闭路电视的画面，你看一下。在死者出事的那一天，他的确到过这一间游戏网咖玩线上游戏，而且还赢了小比赛。不过，他似乎跟另外一队人马起了冲突。警官，我已经说过了，他的死不关我的事。关不关你的事，我们会调查清楚。现在你告诉我，今天凌晨1点的时候你在哪里、做什么、跟谁在一起？一个人在家打游戏。有人可以作证吗？我一个人住。那就是没有了。可是那不代表我有杀人啊。那你有杀人的嫌疑。可儿，你认识 Tony 很久了吗？没有，才几个月而已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是在我背包旅行的时候认识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网咖上网的时候，看到几个年轻人都在玩线上游戏，所以我跟着一起玩。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 Tony 的。你们常见面吗？回来之后有约出来见面几次，而且都是约在网咖见面，打完游戏就各自回家了。我觉得 Tony 应该不是凶手。为什么那么说？他是个标准的游戏迷，平时除了工作和睡觉之外，
其余的时间都在玩线上游戏，怎么会杀人？我明白你说的，不过我们警方是讲求证据，不能单凭猜测。钱呢？没有用。老大，搞什么大？我脑是比你们大，你们脑这么小，一点小事都办不好，有面子往哪里摆啊？是那个女人她还说，我讲过多少次，收不到债就要怪自己没有用，不要把责任推在其他人身上。可是她真的还顶嘴啊！这些欠债的人什么都不会，最会的就是想出一堆理由来拖欠债务。面对这种人，绝对不可以心软，知道吗？知道。看在我今天心情还算不错的份上，我亲自进去收债，示范给你们看，什么是真正的收债者。鸡蛋糕欠钱不还是不是？不要跟我想那些有的没的借口出来。我今天就要拿到我的钱。先生，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？肯定没有错，你不要跟我多借口。你是不是老板娘？把钱还回来。我不是，我只是在这里工作而已。那就你老板娘出来。发生什么事啊？妈 ，I'm so sorry， 对不起，流血了，坐下来。帮你消毒药水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不好意思啊，会有一点点痛。痛吗 ？Faster， 再忍一下。OK。对了，你找谁呀？找你。我？哦，不是，找错地方。我来买花的，花店买花。买花，可以啊。你要买什么花？我妈生日。妈生日，康乃馨可以吗 ？OK，玫瑰花也可以。玫瑰花，没问题啊，我店有玫瑰花。你等一下。觉得老大追到债吗？他是老大哎，当然追得到啊。不一定哦，别忘了，这个女人比较特别，她因为帮人做担保，所以才惹上麻烦。心地善良的人已经不多，我们也是因为这样才开不了口。老大就不一样啦，他见过那么多世面，怎么可能因为这个原因而放过那个女人呢？他一定会收到债的。老大，老大，你的鼻子，这是我的鼻子还是你的鼻子啊？问这么多干什么？我跟你们说，要是谁敢碰我的 OK 泵的话，就死定。知道了。老大，钱收到了。我说啊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当高利贷的会被人家看不起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种没有同情心的人。人家开花店卖花是多辛苦啊，种一束花是要付出多少心血？你们一直这样强迫人家，还算是个人吗？可是刚刚你不是这样讲的啊！你白痴啊！你现在跟谁讲话？你们自己做事情就不能有弹性一点吗？反正现在我说了算 ，OK？ 是。还有，这间店的事情你们不用管，交给我自己处理。可是我这样说就这样做，不要那么多废话。去准备车子。是，老大。你啊，搞什么鬼啊？我刚刚去花店收债，不小心弄到的，我一切都值得。我遇到我人生中的女神。女生？你的女生好像不止一个，有 Katy 啦、Helen 啦、Michelle、Stephanie 啊。喂，那些只是普通的货色，
这一次是真的女神。你这样比的话，侮辱了我的女神哦。我还是第一次看你这个样子。哥，不如教我几招吧。我想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格调还有品味，不然这样追我的女神。为什么？你看，我粗粗鲁鲁的，怎样配得起我女神？哎，看着我，需要这么认真吗？喂，我这一次是认真的啊，不要笑我。其实你也没什么不好嘛，只要平时说话斯文一点，举止文雅一点，那就行了。OK， 最多我以后不讲脏话。好吧，看在你那么有诚意的份上，我就帮你追到你的女神。那说到做到哦。啊！我今天一定要破关。哎，美女，要一起玩吗？不用，不要就算了。喂，你们不要乱丢垃圾。美女，这哪是垃圾，这是罐子啊！对呀，罐子原本不是垃圾，甚至还可以再循环使用。但是你们把它丢在地上，它就变成了垃圾。哎呀，随便啦。请你们把罐子给捡起来。你不要这样多事啊，走开！你们怎么一点公德心也没有啊？我要报警，叫警察把你们全都给关起来。你这个死八婆，是不是欠揍啊？我们对女人是不会客气的。像你们这种社会败类啊，早就应该被警察关起来了。这个臭三八！你们几个人欺负一个女生，这不太好吧？是洪家大少。你们再不走的话，这位小姐就要报警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马上去做。你没事吧？哇，你好厉害哦！这些人都是欺善怕恶的，只要对他们凶一点，他们就会怕。怎么会有那么不讲道理的人呢？你一个年轻女生，以后就别和这些流氓起争执，以免惹起不必要的麻烦。我才不怕！不是怕不怕的问题，不是每次都这么幸运有人来救你的。我才不用人家来救。你这个人真是天真。我不是天真，我只是知道什么应该做，什么不应该做。我有我做事的原则。总之这一次是他们不对，我是不会妥协的。我真是说不过你了。啊，对了，我要怎么联络你啊？这是我的名片。没有其他事的话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，我会打给你的。多大库心理医生？哇，不是吧？竟然睡在这里。昨晚肯定是打通宵。喂，不要睡啦 ，Tony。不是吧？叫我来打游戏，自己在这里睡觉。Tony， 醒来啊！天色向晚，黑夜要浸湿一片荒凉，还在寻找停靠的肩膀，问情是否要永远作伴？云里月光，散发着看不透的光芒，还在梦里想着今朝花，谁的心迷失了方向？